耗费了那么多人力财力，这下好，旅游业内最有影响的业者现在躺在医院，随时都有可能起诉厉蛇。今早宏宇的股价简直就是惨不忍睹。体验会搞砸，确实是我的责任。焦伯伯，这个事情不能全怪骄阳，这是我的不对。小严，别添乱。要不是你把猫带去丽舍，能出这么大事吗？董事长，您先别发火。今天大家来就是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赵伯伯，检查说是猫毛，但不一定是小严的毛。事出紧急，我恳求各位给我3天的时间调查猫毛的来源，到时候我一定会给各位一个解释。3天，宏宇的名声早就跌到底了。那李董想怎么样？1天。如果焦总1天解决不了这件事情，那就停职。小李，各位，这次事情的责任尚在查证，餐饮部的餐巾都是经过消毒的，猫毛的来源并未查清。焦总只不过是个指挥者，他不是执行者，我们不能把责任全部归在他身上。赵总，您说的这话我非常同意。在座的各位董事，大多都是看焦总长大的，如果他停职，大家肯定会很痛心。但兹事体大，我们不能置董事利益于不顾。这件事情，今天一定要有个说法。不处罚骄阳，那就处罚他手下参与体验会的所有员工。上级指派的任务如此的不用心，就连贵宾的生活习惯和饮食禁忌都会疏漏，可见平常是什么样的工作态度。所以我建议，将总裁办全体员工全部开除。好，1天就1天。各位董事，你们今天召集开这个董事会，无非就是想让我给你们个交代。那好，我宣布这件事情我全权负责。如果明天这个时间我还没有解决问题的话，我自愿退出以后宏宇的所有业务。但是，在此之前，没有人可以动我的员工。这样您满意吗？这件事不明不白的，给1个月时间都未必能查得出原因，要在1天内解决。除非现在立马有人出来认罪，或者是隋先生发声明证明此事和丽舍酒店提供的服务无关，但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焦总已经在隋先生病房外站了2个多小时了。餐饮用具的卫生问题是酒店业大忌，何况又是这种客户，光道歉有什么用啊？他也是的，怎么那么沉不住气啊？董事会上被说2句就……林助理，焦总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们。什么？李董在董事会上要求开除所有参与这件事的员工，统计信息的钉钉，核实菜单和宴会用品的讲揉，通知餐饮部经理的英俊，辅助焦总的我，还有私人管家林助理。所以焦总为了我们才和李董呛起来的。可是这1天时间根本查不出来什么呀！还是怪我，我就应该一直盯着宴会现场的。可是焦总让我找机会协助林助理，我实在……等，什么叫找机会协助啊？不是来检查我工作的吗？那都是因为焦总不想让你知道那是他的意思，我才那么说的。你去找一份医院的详细地图来。爸，你就帮我跟焦伯伯求个情嘛！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怎么会有纰漏呢？小严啊，你以为我们不着急吗？问题是这质检报告上确实显示餐巾上有引起隋先生呼吸道过敏的猫毛，也就是说，
酒店的餐巾的确不干净。不管你们如何声称餐巾消过毒，这外界都会把责任怪到丽舍头上。可是每个环节我们都有注意啊。林淼把注意事项给了丁丁，丁丁汇总后给了英俊，英俊协调了菜单，筛选了餐巾的品牌后给了蒋柔，蒋柔和我是反复核实。英俊和餐饮部的确认后，亲自盯着宴会布置现场。你看，越是你们都经手过，就越是找不到直接责任人，到最后，这个责任只能由骄阳承担。焦伯伯，你怎么了？没事儿，血压有点高。行了，小燕，你先出去吧，我和你焦伯伯再商量商量。董事长，您先消消气，这董事会找骄阳的麻烦也不是1天2天了。你年纪大了，身体重要。我怎么能不气？想当年，你和老李跟着我一起打天下，这老李走得早，留下李东强这么一个儿子。骄阳啊，还是太年轻了，一点经不起别人的激将。你不用再为你的老板求情了。餐具用品的疏忽是一个酒店经营者的致命伤。如果我原谅了他，那就是对业界的不尊重。隋先生，所以我并不是来替他求情的。是吗？我是来向您赔罪的。真的很抱歉，是我没有将您对猫毛过敏一事反映给我的同事，造成了这次的意外。你不是会犯这种错误的人。我是您的私人管家，您现在的状况我真的很抱歉，但这次的确是我工作上的失误。我真的很好奇，为什么连你都愿意维护一个毫不专业的老板？其实我刚刚做焦总助理的时候，我也觉得他既没有经验也不认真，实在是不能称之为一个合格的老板。可是后来渐渐的，我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人。他不仅对待员工没有架子，还帮助生计有困难的员工。这次的体验会他也是亲力亲为。您游泳池的水温是他亲自测试的，您房间里的浴室喷头也是他要求调的。虽然这次猫毛过敏事件不涉及他的个人利益，但是他为了保全我们员工，依然决定站在您的房间门口向您赔礼道歉。所以像他这么一个有责任心的老板，我真心的请求您，能给他也给宏宇一个向您道歉的机会。你来找我，你的老板知道吗？当然不知道。否则早就把这么多的员工开除了。隋先生，非常抱歉打扰到您的休养时间。昨天的事情我真的很抱歉，请您给我3分钟的时间，让我代表宏宇，代表我自己表达我的歉意。焦总，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隋先生，您喝这一杯吧。饮料在常温状态下5分钟口感就会变，按照您的要求，比例3:7，冰块3颗半。焦先生，你不用再说了，我的律师已经在你律师函了。隋先生，您误会了，我这次来不是阻碍您追责。那你来干什么？
我是来请求您只对我追责，而不是针对宏宇和丽舍，因为这一次全部都是我个人责任。他说是他的责任，你又说是你的责任。隋先生，您是业内精英，您最清楚，像这样的体验会最少需要半个月至1个月的时间筹备，而因为我的固执己见，导致整个准备过程被压缩，这才出现了疏漏。但这全都是我个人的责任。我的下属们为了这次体验会兢兢业业、尽心尽力，所以他们不应该因为我被黑锅。而我父亲奋斗一生的产业，更不应该因为我的急功近利而买单。所以，隋先生，我请求您只对我一人追责，不管您有什么要求，我都会全力以赴，弥补您的损失。隋先生，我说了，这次失误完全都是我工作上的疏忽。林助理，我命令你现在回病房。焦总，凡事也讲个先来后到吧。论先来后到，我在隋先生房间外站着的时候，你还晕着呢。那不还是因为你不聪明，找不到隋先生在哪里？怪我。够了，你们是来吵架的吗？焦先生，恕我直言，你实在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酒店经营者，但你是一个令人羡慕的领导者。啊？你的员工已经骚扰我1下午了。我指的不是林小姐。隋先生，这件事情不能怪我们焦总，是我没有把信息汇总好。不，是我没有把餐厅的材质选好。还有我，是我没有把现场情况核实好。还是怪我，是我没有和餐饮部经理交代清楚。这帮家伙这么喜欢背黑锅。焦先生，这些员工是你最大的财富，希望你不要让他们失望。隋先生，您什么意思？所以，隋先生，我送您。焦总，我收到邮件了。什么邮件？隋先生的免责声明啊，证明此次猫猫事件和咱们酒店无关。焦总，你真是太厉害了，居然真的说服了隋先生。小新，把这个喜讯告诉大家，明天董事会上咱们让他们好看。